最近北京楼市出了一个重磅消息，4至6折的房子要来了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可是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据网上流传的消息，北京正在为全体事业编制人员筹备配售保障房，价格大约是商品房的4至6折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可把大家都震惊了。4至6折，这不是比打骨折还狠吗？要知道，北京的房价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消息，难怪大家都坐不住了。虽然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网上流传，但现在已经有官方文件证实了这一计划。让我们来看看官方文件中的一些细节。根据文件，这次配售保障性住房的重点对象是在乡镇工作的教师、医生以及其他机关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。这个范围可不小啊，基本上覆盖了体制内的大部分人群。但是，想要买到这种低价房，光是在体制内还不够，还得符合一些其他条件。首先，你得在乡镇工作，这一条就把不少人给卡住了。其次，你的家庭还得符合北京住房购买条件，家庭成员在北京没有住房，也没有购买或承租过政策性住房。这么一看，条件还是挺严格的。那么，这种低价房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据说，第一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可能是首创美伦湾，位于大兴新城区域。网上有消息称，这个项目在去年6月就已经完成了外地面施工。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但是这种低价房也有很大的限制。据说，虽然家人可以继承，但是没法转成商品房，也没法上市交易。这就意味着你买了这种房子，基本上就只能自住，想要靠它来投资赚钱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突然要推出这种低价房呢？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考虑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北京郊区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可不太乐观，大量的房产项目去化困难，简单点说，就是房子卖不出去。我们来看看房山区的数据。今年1至7月，房山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9.7%， 但待售面积却同比增长了 20.1%， 达到了 287.4 万平方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按照现在的销售速度，这些房子得卖好几年才能卖完，这个去化速度显然是太慢了。其次，北京也面临着建设保障房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是可以考虑以购代建呢？什么是以购代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政府不自己建保障房，而是直接从开发商那里买现成的商品房，然后作为保障房分配给符合条件的人。这样一来，既解决了相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住房需求，又帮助开发商解决了库存高、去化难的问题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实际上，今年很多地方都在大力推进以购代建来解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。北京如果也采取这样的措施，倒也不算突兀。之前，华远地产的前董事长任志强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番言论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干脆灭了房地产业，重回福利分房算了。这番话一出，当时可是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改革开放之前的福利房制度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时候房子都是国家和集体投资建的，然后以福利的方式分给企事业单位的职工。听起来挺好，对吧？但实际上，由于投资严重不足，住房困难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在那个年代，即使是在中科院这样的国家机关，年轻人结婚没地方住也是常事。不少单身宿舍里住的都是一家3口。你能想象吗？那时候掌握住房分配权的人，简直就是社会上最牛的存在。因为住房问题导致的纠纷也特别多。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个大龄女青年，因为同住单身宿舍的2个人都打算结婚，都想把对方挤走，最后争吵演变成了暴力事件，用刀砍人。这种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。
后来，朱镕基接任常务副总理，中国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。这一改革可以说是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民营房企。城市商品房建设成为海内外资金在各大城市投资的重点。商品房为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奠定了基础，为投资者带来了巨额利润，土地收入也成为各地政府的聚宝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中国排名前10的企业有一半都是房地产企业，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/3。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但是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泡沫化的危险。历任中国领导人其实都知道这个问题，也曾经出台过一些措施，试图限制房地产热。但是，一旦限制房地产，经济就会失速。所以，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，一直是基本国策。由于住房价格持续飙升，买房也成为所有人热衷的投资选择。房地产成为一只喂不饱的怪兽，这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。首先，市场出现饱和，城市人口住房拥有率超过90%。随着人口开始下降，供需矛盾越演越烈，房子卖不出去是必然的。其次，中国的房地产总价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加日本加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。当市场信心崩塌，没有人能接得住。现在，大多数年轻人月薪就3000至5000元，根本买不起房。年轻人中，追求无车贷、无房贷、无后贷的3无者越来越多。按照收入计算，中国是世界上住房负担最重的国家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？房地产泡沫破灭，对整个社会是一个严重打击。中国家庭资产70%都在房产上，各地政府融资的抵押都是土地和房地产。所以，房地产贬值，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，都势必减少消费。这是目前中国消费疲软、出现通缩的主要原因。当资产负债表开始衰退，大量的银行坏账会引发金融危机，同时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。面对这种复杂局面，决策层提出了新的方向。在召开的重要经济工作会议上，保证性住房建设被定为今后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。根据新的政策方向，保证性住房将占到今后住房建设的60%，而商品房则被定位为高端消费，占比40%。谁都知道，只要不折腾，中国的经济就能保持稳定发展。可惜的是，现实往往与理想有差距。最近几年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种敢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决策思路重新抬头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有人可能会怀疑，这样做真的行得通吗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可以怀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，但千万不要怀疑决策者的决心。我们看到，无论是金融科技企业的整顿，还是某些互联网公司在海外上市后被强制退市，甚至是香港国安法的出台，都显示了决策层的决心和执行力。当然，任何政策的实施都需要资金支持。据估计，保证性住房建设未来5年之内要投入10万亿。在当前各地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但是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，决策层的决心是不容小觑的。所以，回到我们开始讨论的话题，北京这次可能推出的4-6折保障房，很可能就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。它既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尝试，也是为了缓解房地产市场压力的一种措施。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，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它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房产的看法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向，甚至改变整个城市的格局。总的来说，北京这次可能推出的低价保障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。它可能预示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大转折。但是，以村书记一贯的水平，搞什么就烂尾什么，所以结果
也会显而易见。